Hello， 今天呢想要介绍一下自己最经常使用的免费画画软件，就是 Sketchbook。其实之前呢陆陆续续做过几个视频介绍，今天算是一个汇总吧，简单介绍一下软件的优缺点，然后自己平常会用它来做什么，最后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。首先说一下自己的画画水平哈，就基本上属于幼儿园级别的，甚至可以说现在肯定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画得比我好，所以说对我来说呢，并没有什么太专业的需求。说到画画软件呢，大家可能最多听到的是 Procreate，当然这个我也下载了，这软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强大，但是呢也是因为它的功能很多，所以说对于我这种确实画画水平有限的人来说呢，是感觉有一点用不上。而且呢这款软件因为它是要付费的嘛，所以说可能使用的门槛还是稍微有一点高的。所以说虽然下载了这么多的画画软件呢，我用的最多的还是就是 Sketchbook 这一个了。简单说一下它的优点，首先呢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，而且呢不仅是在 iPad 上可以使用，在你的手机不管是苹果还是安卓电脑上也是都可以使用的，页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说只要你在一个平台上熟悉了，那么换到另外一个平台上使用就不会太费什么事儿。然后虽然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，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弹窗的广告，画画的基本的功能你都可以满足，有比较多的笔刷、图层功能、套索功能、长按吸色、油漆桶等等基本的工具都是有的，然后插入文本、插入图片也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呢也有一些缺点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首先它没有办法做透明背景的图片，所有的图片我们做了之后导出来之后呢都是有背景色的，没有办法做 GIF 的动图，这个笔刷全部都是预制的，我们不能再去添加了，没有这一个滤镜的功能，然后它也没有蒙版的功能。所以说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需求了。如果你对这几个我刚刚说的几个方面有需求的话呢，那么这一款软件可能就还是不太适合你。但是对于我来说呢，影响就不是很大，所以说自己用起来呢，觉得它还是挺不错的。接下来说说我最主要的用法，现在当然就是画画了，因为我自己水平有限哈，所以说只能画一点这种简笔画，跟着教程学一下，大概画出来就是这种水平。用来画简笔画之类的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反正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了嘛。除了画画之外呢，我还有用来练字，这个呢之前做过视频介绍过方法了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毕竟它是画画软件嘛，所以说它的笔刷的笔触出来还是会比一般的笔记软件真实一些，所以说我比较喜欢用它来练字。除了中文的字帖，你也可以用这一个软件，它可以导入文本嘛，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比如说其他语言的字帖，之前也做过视频了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另外呢就是可以用它来做笔记本的内页模板，或者你自己做电子手账的模板也是可以的。做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导出到自己经常用的笔记软件里面，就可以来使用了。制作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，需要使用到的一些素材我也做过视频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我最经常用到的功能呢其实是做壁纸。如果你喜欢画画，可以用自己临摹的方式，比如说像这种我们就可以自己画壁纸。然后如果你不太擅长画画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平常注意收集一些素材，稍微加工一下就能够做出独一无二的壁纸来了。我自己所有的iPad 壁纸、手机壁纸都是用这一个软件来做的。好，那最后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这一个软件的用法。我们点击这一个软件之后，进到主页面，上面呢是文件夹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侧的加号，选择添加一个文件夹，点击一下，我们可以修改它的名字。然后在这个文件夹，我们点击这一个加号，我们就可以新建画布了。通过图像来新建，也可以直接新建一个空白画布。边介绍用法，我们边做一个简单的壁纸吧，做 iPad 壁纸嘛，所以说我们这里点击预制，选择屏幕分辨率就可以了，选择创建。进来了之后呢，主要就分成了3个区域，中间这一个画布，用手指调整大小以及方向的，这样画起来就会比较方便。然后左边呢就是笔刷的工具，上面这个呢是调整这个笔的粗细的大小，下面这一个呢是调整它的浓度。点击一下这个笔，我们还可以进行更高级的设置，比如说这里高级就会有什么压力啊什么之类的，但是这些太难了，我基本上从来都没有调整过。笔刷呢也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，笔刷这里还有一个按钮，我们点击了之后，这里有一个库，这个库里面就是所有这个软件里面可以使用的笔刷了，多多尝试一下。因为我比较菜嘛，所以说我用的最多的还是就是这一个基本的笔刷，就是铅笔和钢笔了这2个。右边呢就是图层的部分，我觉得图层呢是一个软件最重要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每个图层上的内容就不会互相影响，而且我们可以如果你有喜欢的
图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临摹着画。然后默认呢，我们是有一个图层，点击上面这个加号就可以新建图层了。点击这个图层呢，会有一些选项，包括合并图层、调整这个图层的透明度。最上面一排呢是它其他的工具了。第一个是菜单功能，点击图库，我们就可以跳回上一个页面，撤销、重做。然后这个呢是套索工具，这个是任意套索，它也可以直接套方框。这一个呢是移动工具，下来是油漆桶的工具，我们选择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大色块的涂色了，比较方便。是直尺的工具，有了直尺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画出直线来了。然后是轴对称，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画出对称的了，而且它还可以你想要对称多少的，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这么多的话，好，然后下面一个呢是自动画图形，我们可以画出圆形或者是方形。如果我们把这个预测笔记调到0的话呢，你画的这个图就是真实反映你自己手的情况，很多时候就会有一点手抖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如果你把它稍微开大一点呢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划这一条线。下面一个呢是添加图片，我们点击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图片导入进来了。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做一个这个壁纸，导入进来了之后呢，你先可以用手指调整一下它的大小，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图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就点击完成。然后下面这个是透视的时候画辅助线用的，这个我肯定就从来都没有用过了呀。一个是添加文本，下一个是录制屏幕。如果你想要做那种画画博主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一个软件的录屏功能，就可以直接录制整个画画的过程了。下面这个按钮呢是点击了之后，周围的这一些按钮就会全部都消失，只留下几个比较简单的按钮。地方呢还有一个悬浮窗，这个悬浮窗呢上面是笔的工具，我们点击笔的时候，上下呢是自动调节透明度，然后呢如果我们点住左右呢是调整这个笔的大小。下面这个呢就是你现在使用的颜色了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呢是，如果你能用手指长按这一个图，它就会出现这个吸色的工具，它就会把颜色吸到这里来。那你没有这一个悬浮窗呢，我们就点击下面的这个地方，还有一个按钮，把这个地方点开双圆盘，它就会关掉，然后你再把它点开，它就会打开了。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它，我还挺喜欢它在这儿的，所以说我就让它在这儿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个想要做壁纸的图片已经导入进来了嘛，所以就只需要把它再涂一个背景色，然后把它这个图片的四周和背景色再融合一下就可以了。用手指先吸这个背景色，吸上来了之后呢，图层的下面一个图层，使用油漆桶的工具把它倒上来，把这个边边涂掉呢，我们就直接用一个笔吧，因为这个图还是比较好处理的。我们调整一下大小，这也太大了吧。我们选择到这个上面这个图层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还是有点太大了，把它调小一点，然后我们把它周围的这个白色的边边把它涂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这一个壁纸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。我们直接选择菜单按钮，选择分享、储存图像，我们再选择相册。那么这样一个壁纸就已经做好了。这个是做 iPad 壁纸，按做手机的壁纸呢，其实也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想要做的壁纸完全和手机屏幕是匹配的话呢，那你最好是用手机截一个图，然后它发到 iPad 里面来，你就会有真正的大小是多少。我们再在截的图上面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图案，然后把它加上来，是同样的过程。先把之前的图层先删掉，我们就新加一个图层，用手指吸一下颜色，然后用油漆桶工具倒上来。如果你想要更快速一点呢，我们可以用套索的工具去把这个你不想要的部分，我们先把它套住，因为这个图其实就是边边上有一个白色的嘛。好，我们套住了之后呢，因为我们是要把外面的那一个颜色删掉，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一个反向选择，我们要把外面这个选择到的部分全部都扔掉，所以说我们选择就是挪动选择的部分，选择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挪到边边上去。好，这样一个壁纸就已经做好了，然后把它投送到你的手机上，投送到手机上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进行设置。但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太花了，调整一下，把它再调小一点，只放在这个位置比较好，因为是分成了2个图层的嘛，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图层选住，然后选择图像变换的工具，然后我们把它调小一点，对照一下这个位置，放在合适的位置，然后重新再投送一下，再设置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比刚刚清楚很多。所以说在平常呢，我们就可以收集一些这种底色比较清晰的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用来做壁纸其实就都挺好的。比如说像这一个应该做壁纸也还挺好看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，就是这一个软件最主要的功能啦。总之呢，就是我觉得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免费画画软件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。
拜拜。